只要在鸡窝里找到一根绣花针，就能赢到25万卢布。草堆里面还藏着随机的奖品和奖金，他们可以通过转盘来获得寻找的工具。如果转到骷髅头就会被淘汰。参加比赛的有10个人，他们兴奋地冲向干草堆，那几只公鸡却异常淡定。难道他们不怕拿走他的鸡蛋吗？他们在干草堆上扒来扒去，仔细地寻找着。很快小明就找到一个键盘，小白找到了一个钱包，里面有一张纸条。很幸运，他赢到了1周的零食，看来奖品还是很多的。他们加快了寻找的速度。大美又找到了一盒耳机，另一边的黄毛找到一个信封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1000卢布，这把他高兴的寻找起来更加有劲了。这时主持人拿来一个水桶，让他们拿一张纸条，只有一个是有字的，谁拿到就可以转动幸运转盘。黄毛也太幸运了，他拿到了有字的，满怀期待地转动了转盘，没想到却转到了骷髅头，激动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，他被淘汰了。还好他还有1000卢布，剩下的9个人继续寻找。这么大的干草堆，想要找到一根绣花针谈何容易？还好他们时不时的有人找到了奖品和奖金，仅靠这些希望支撑着他们。1个小时后，又开始了转动转盘，这次是小红帽拿到了有字的纸条，他转动转盘，获得了磁铁，用来吸绣花针应该很好使。剩下的几位只能靠手了。小灰终于找到了一个信封，里面有一张纸条，是一道选择题。主持人让他选择拿到5000卢布退出游戏，还是选择继续比赛。小灰选择比赛，那给你1万呢？他还是拒绝了。主持人继续加大筹码，一直涨到了1万6，旁边的小伙伴都替他着急了。没想到小灰还是选择继续比赛，他觉得如果找到那根针，远比这些要多得多。看来小灰很有想法，他们只能继续寻找。公鸡们被赶到了一旁，他们占领了整个鸡窝。2个小时后，小黄找到了一个金色的信封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1万卢布，看来只要坚持还是会有奖金的。又轮到了转盘时间，这次是大美拿到了有字的，他转动转盘，获得了金属探测仪，只要碰到铁的东西就会发出声响。看来找到绣花针又进了一步。大美开始在草堆上扫来扫去，很快就听到了哔哔的声音，扒开干草才发现是一把钳子，真是白激动一下。而另一边的小白却突然大喊，他找到了绣花针，赶紧拿给主持人去看。但是主持人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然后来到隔壁的房间，他一眼就认出这不是那根藏起来的针，因为他在藏起来之前就做好了标记，很可能是他自己带来的。主持人很遗憾地告诉小白，这不是那根要找的针。小白还想要再狡辩一下，主持人接着说那根针被做了标记。被识破的小白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剩下的7人继续寻找，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。他们虽然很累，但是想到奖金还是决定拼一下。这时大美告诉他们找到了那根针，真的是被标记过的针。恭喜大美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如果是你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找到呢？柠檬牢房和辣椒牢房哪个更舒服？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得1万美金。灰毛被关在辣椒牢房里，4眼被关在柠檬牢房里，只有完成挑战才能缩短离开的时间，不然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。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乖乖配合。门卫拿来2个柠檬，连皮带肉榨成了果汁，足足有1大杯，30秒的时间喝完它就能加上1分，不然就会受到惩罚。4眼表示有点困难，这种浓缩的柠檬汁光是闻一下就流口水了，但是为了挑战，他还是喝了1大口，脸部就像抽筋一样，不但很酸还很苦。再喝1口，瞬间就上头了。4眼挤眉弄眼的酸了一批，说啥都不会再喝了。门卫告诉他还有15秒的时间，4眼一紧张又喝了1大口，喝完就后悔了，我是不喝了，爱咋咋地吧。有这么难喝吗？灰毛决定尝一下，那表情就像中风了一样。你喝过这种柠檬汁吗？评论区分享一下吧。门卫决定惩罚他，制作了一杯更酸的东西让他喝掉。4眼打算歇一下再喝。门卫又拿出一瓶辣豆子，倒在灰毛手上1大把，5分钟的时间让他吃完，就会给他1杯牛奶。灰毛一把塞进了嘴里，嘎嘣脆的同时也火辣辣，他的脸被辣红了。第一次吃这么辣的东西，灰毛焦躁不安，很想喷火。吃完之后赶紧去喝牛奶，虽然很难受，他还是完成了挑战。门卫又拿来一瓶压缩过的柠檬糖果，让4眼含在嘴巴里1分钟，只要不是吃下去，应该没问题吧。没想到含在嘴里也这么酸，光顾着说话了，一不小心咬到了一块。4眼又挑战失败了，他的舌头被酸的抽筋，话都不会说了。灰毛这次的挑战是吃辣椒，只吃掉2根就可以了。说的简单，这朝天椒光看外表就知道有多辣。灰毛一口就吃掉了1个，辣的脑门直冒汗，脸通红通红的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另一个怎么都不敢吃了。我很好奇，朝天椒真的有这么辣吗？门卫开始惩罚他，帮他灭火。又轮到了4眼，他这次要吃1整勺的柠檬酸精，刚放进嘴巴里，4眼就受不了了，吐了出去。
然后冲出牢房逃跑了。估计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吃酸的东西了。恭喜灰毛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柠檬牢房还是辣椒牢房呢？和4个高手玩捉迷藏，小伙竟然变成了一只小鸟，只要寻找时间最短的就能赢到奖杯。大美决定第一个寻找，3个人赶紧找地方躲藏。乔治拿了一卷胶带，钻进蹦床的下面，搭了一个鸟窝。小丽打算藏在树后面，但是这树也太真实了，于是拿来了一棵假树，真真假假，一般人肯定分不清，然后就爬到了假树上面。另一边的老丁抱着大美的照片就躲进了洗手间，这边的大美也收到了指令，开始了寻找。他在树的后面看来看去，小丽的假树却突然倒了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就这样找到了小丽，大美又从蹦床的旁边经过，然后爬了上去，蹦来蹦去的想要看得更远，但是下面的乔治却疼得嗷嗷叫。大美吓了一大跳，原来乔治躲在这里。他又来到了洗手间，老丁赶紧打开镜子上面的灯光，大美被自己吓了一大跳，赶紧关上洗手间的大门，就找到了老丁。大美用了1分钟57秒找到了他们，接着轮到小丽寻找了。乔治又想到了好办法，他挖了一个沙坑，把自己埋在了里面，再把足球扎破，撕开一个口子套在头上，变成了沙滩上的足球。大美找到一个垃圾桶，打算藏在里面，但是大美太重了，还把垃圾桶压倒了，他只好先钻进去。我很好奇他是怎么立起来的。而另一边的老丁就厉害了，他直接变成了小鸟，和周围的鸽子混在了一起。乔治也太倒霉了，刚刚藏好就被路人当成了球，差点把头揪下来。正在寻找的小丽听到了声音，她跑过来正好渔翁得利，找到了乔治。路人被吓跑了，乔治表示很委屈。这边的老丁还在激叨米，你装的这么像，是在骗人还是在骗鸟？好吧，看来是在骗自己。路人小伙刚想扔垃圾，忽然被垃圾桶里的大美吓了一大跳，大美只好转移阵地。寻找的小丽捡到一顶帽子，这不是大美的吗？赶紧让狗子闻一下。在狗子的带领下来到垃圾桶这里，掀开盖子找到了大美。小丽只用了1分钟37秒就找到了他们。轮到乔治寻找了，小丽找来一个魔法行李箱，然后整个人就藏了进去。大美则藏在了懒人沙发里，老丁准备藏在瀑布那里。等乔治开始寻找时，一条美人鱼吸引了他，但是回眸一笑差点把他送走。原来是老丁装扮的。经过行李箱时，外面露出的衣服和头发让乔治不得不去打开它。又找到了小丽，大美藏哪去了？正当乔治仔细寻找时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喷嚏让大美暴露了自己。这不是送分题吗？乔治的时间是1分钟35秒。轮到老丁寻找了，这一次小丽藏进了小卖部的爆米花里，而乔治伪装成了纸片人。大美躲进了电影院里，再顺走检票员的衣服，变成了黑乎乎的隐形人。老丁也随后找了过来，看到电影这么好看，忍不住坐下一起观看，但是后面的隐形人差点把他吓死。惊魂未定的他刚想松一口气，又被乔治吓了一大跳。只剩半条命的老丁来到小卖部，看到爆米花机器里面的小丽，彻底被吓死了。3个人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老丁突然又醒了，先等等，我先看一下比赛的时间再去。用11分钟35秒16毫秒，比乔治快了 0.001 秒，所以老丁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大奖杯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藏在哪里呢？爱玩捉迷藏的女生有多魔性，她竟然变成了一袋垃圾。大美从她的旁边经过，一点也没发现她，但是清洁工可不管3721，这是一袋什么东西，比猪还要重。敬业的清洁工还是坚持抱走了她。没找到人的大美只好回家看书了，但是小丽却惨了，被丢进了垃圾堆，弄得一身狼狈。让你找不到我，吃草去吧。大美差点被熏吐了。轮到大美躲藏了，她藏来藏去，没有合适的地方，忽然看到灰色的沙发就有了主意。这边的小丽也开始了寻找，马桶里没有，椅子下面也没有，寻找的太仔细，还差点摔倒了。这时沙发却突然动了起来，什么鬼？吓死宝宝了！原来是大美藏在了里面。你属什么的？这里面也能藏进去？又轮到小丽躲藏了，她看到树枝想到了好办法，把树枝粘在身上，变成了一棵大树。开始寻找的大美果然没有发现她，忽然听到沙沙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只有一棵欠修理的小矮树。大美只好去别处寻找，但是她走一步，那小树就跟一步。反应过来的大美决定整一下它，拿起地上的水管就开始洒水。跟屁虫小丽马上显出了原形，但是大美越叫越嗨，受不了的小丽只好赶紧跑了。又轮到了大美，能藏身的地方就那么几个，如果你按套路出牌你就输了。她发现一卷胶带，看了一眼天花板，想到了好地方。小丽这边也开始了寻找，这么大个人能藏在哪里？她找遍了每一个角落，还是没有找到大美。天花板上的大美高兴坏了，但是好巧不巧，大美突然想打喷嚏，从天而降，自己倒暴露了。这次不算，大美决定再藏一次。这次她拿了一张床单，还有一个手电筒和书本，伪装成了自由女神。小丽那边已经开始了寻找，当她发现院子里的雕像时，
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，闻起来还臭臭的。他用树叶戳他的鼻子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难不成这是真的雕像？他看来看去，始终没有下手。但是同样的喷嚏如此相似。Oh no！ 大美再一次暴露了。小丽找到了他，但是天上的鸟儿把他当成了真的雕像，下起了小雨点。看来大美伪装得很像。如果是你，你会伪装成什么呢？